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唔知大家都有冇睇過近年好 hit 嘅動畫類別，就係異世界動畫。佢哋嘅套路不外乎係主角喺現實世界意外身亡，然後喺靈魂投胎之前就俾異世界嘅女神留住，然後俾主角一個超能力或者道具，從此主角就可以過上一個順利平坦嘅美好人生。呢啲故事好似話俾我哋聽，我哋離成功嘅距離就係差一個超能力或者道具，似乎係要死亡去符合異世界轉生嘅條件。唔好玩啦，我相信你都知道呢啲係故事嚟。但係我有個好消息話俾你聽，就係現實世界嘅成功人士之中，冇一個係有超能力或者有特殊嘅道具。而我都唔怕話埋俾你聽，佢哋一開始都係一個普通人。佢哋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去開啟佢哋嘅人生之路。喺呢條片，我會毫無保留咁同你分享當中嘅方法同埋例子。我希望你睇完之後就會意識到，你都係可以重啟你嘅人生，從此踏上你想要嘅人生。試想像下一個早晨，你起身嘅時候，陽光灑滿你間房，你唔再需要為帳單而煩惱，你擁有財務自由，能夠隨心所欲咁去追求你嘅夢想。無論係環遊世界、學習新技能，定係投入熱愛嘅事業，一切都喺你嘅掌握之中。你嘅時間同精力唔再需要被工作所捆綁，而係用嚟創造價值、享受生活。呢種富足嘅感覺令你心靈安定，未來充滿希望同無限嘅可能性。無論任何時刻，你都能夠從容面對，因為你已經真正掌握咗人生嘅方向。只要你揾到呢個重啟人生嘅辦法，呢啲嘅生活就會係屬於你嘅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呼籲大家，如果你中意正面又有啟發性嘅內容，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時唔記得讚好同分享我哋嘅影片，因為你哋嘅支持先係我哋創作嘅最大原動力，同時可以俾更加多人參與呢一段令人身心財富一齊成長嘅旅程。首先，我相信孔子提出嘅性相近，習相遠，大家都好熟悉。意思就係我哋嘅本性相近，每個人其實都有相似嘅潛力，但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環境、習慣令我哋嘅結果漸行漸遠。喺我哋嘅教育、經歷、選擇，塑造咗我哋獨特嘅一面。所以無論起點喺邊度，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學習同埋努力去改變命運。孔子係2500年前嘅人，佢呢個概念能夠有效流傳到而家，就知道呢一個概念係有一定嘅可信性。咁點解咁多人都有努力去學習同努力，但係最後嘅命運都只係咁平凡？而少數嘅人，即使一開始都冇一個良好嘅家境，最後佢哋反而會得到成功。個原因就係大家學習唔同嘅系統去展開佢哋嘅人生。如果你係選擇追隨傳統教育，多數嘅人最後就係得到一份自己都唔中意嘅工作，而成功嘅人就選擇唔跟隨呢個系統，去學習財務知識，做佢哋內心想做嘅工作，去貢獻自己嘅價值。只要你都模仿佢哋嘅方法，你就可以逆天改命，由普通人轉變成為一個成功嘅人，得到富足嘅生活。而呢個逆天改命嘅方法，就係接受成功人士嘅思維模式，同時刪除自己嘅固有失敗思維。通俗啲嚟講，就係不斷咁洗自己嘅腦，相信自己能夠成就非凡。因為教育就係透過學習去培養自己嘅直覺行為，而多數嘅人自出世以嚟都會喺傳統教育系統之下，而傳統教育系統只係製造員工嘅機器，同時訓練多數人只求學歷，要專業嘅環境先享受到高工資嘅待遇。否則你只係一個普通人，只能從事普通嘅工作，只能夠得到低收入。你必須要洗自己腦，先可以離開傳統教育對你嘅控制，相信可以自己成就到大事。如果你觀察成功人士嘅思維模式，你會發現佢哋都有一啲共通嘅特徵，例如佢哋都會堅持不懈、積極、規劃明確、積極學習等等。但係呢度種種嘅共通點，就係佢哋其實都知道自己最後都會成功先會咁做。你試諗下，你都唔確定自己成功，你又點會積極？成功從來都唔會一帆風順，輕鬆成功嘅情景只會喺故事入面出現。成功過程之中，失敗可以話係家常便飯。
喺呢個過程之中，如果冇對自己嘅洗腦，結果都係會接受失敗，繼續平凡。呢個都係多數人冇辦法得到成功嘅原因。除咗喺心態上嘅洗腦，仲有知識上嘅洗腦。因為你會發現成功人士喺知識上面同一般人喺對立面之上。例如成功人士佢哋中意貢獻價值，一般人就會好逸惡勞。成功人士會考慮共同獲利，一般人只會考慮自己嘅利益。你只要模仿成功人士嘅行為模式，學習佢哋嘅思維方法同埋習慣，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同成長，同時開始採取行動，變成成功人士，得到富有嘅生活方式並唔再遙不可及。但係成功唔僅僅係財富嘅累積，更加係一種心態同生活方式嘅選擇。只要你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你都可以成為嗰個創造自己命運嘅人。喺呢度，我想同你分享下一啲唔同成功人士嘅歷史，例如 KFC 之父哈倫德山德士，年過60嘅佢被拒絕咗1009次，先有人認可佢嘅炸雞，最後靠住特許經營，最終成就咗佢傳奇嘅炸雞王國。之後巨星史泰龍，佢喺成名之前，因為外貌平平同埋咬字不清，曾經有500間電影公司都拒絕咗佢。之後佢又寫咗《洛基》呢一本劇本，並攞住呢本劇本到處推銷，繼續接受人哋對佢嘅嘲笑同埋奚落。佢一共被拒絕咗1855次先得到接納，最終佢亦憑《洛基》呢套電影一戰成名。例如發明大王愛迪生，佢為咗發明電燈，嘗試咗無數嘅材料，測試失敗咗超過6000次，先可以發明到耐用嘅電燈泡，造就我哋而家美好光明嘅生活。你會發現成功嘅人喺成功之前，失敗往往係家常便飯。你嘅大腦冇意志不斷去洗腦，話自己最後會成功。喺未成功之前，你就會放棄。除此之外，都唔需要因為俾傳統教育嘅否定而灰心。就好似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咁樣，佢直到4歲佢先識開口講嘢。佢7歲先開始返學，但係佢嘅學校成績好差，成日問啲空洞嘅問題，人哋聽落去乜嘢意義都冇，所以成日俾老師批評佢，覺得佢胡思亂想、好食懶飛。例如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咁樣，其實佢並冇接受到幾多嘅正規教育，佢成日都俾人奚落同埋嘲諷，甚至有人嘗試公開咁不斷問佢唔識嘅問題，想顯得佢嘅無知。例如英國名廚 Jamie Oliver 咁，佢喺細個嘅時候有讀寫障礙，喺學校除咗藝術攞到 A、地理攞到 C 之外，其他都唔合格，冇辦法順利畢業。除咗我以上嘅例子，你唔難發現大量知名嘅成功人士喺成功之前，佢都得到別人或者教育系統嘅否定，失敗過無數次先可以成功。但係佢哋喺未成功之前就係一個普通人。喺我哋嘅教育系統之中，只會要求有標準嘅答案，唔啱就要扣分，被標籤為失敗，需要被懲罰，得到別人嘅嘲笑，令啲人漸漸害怕失敗。只要你從而家起不斷去洗自己腦，令自己放棄固有害怕失敗嘅思想，相信你自己能夠達到你內心嘅夢想，再繼續不斷努力嘅話，你終有一日會成功。你嘅人生就會真正重啟，而下個成功人士就會係你。最後，我希望喺成功人士嘅終點上會見到你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住撳埋下面讚好，同埋分享埋俾你身邊嘅朋友先去走啊！最後，你想繼續得到更加多正面學習同埋點樣去成功賺錢嘅影片嘅話，請你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啦！我哋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